穿越异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女儿出生后因病离开了人世，死后却意外觉醒了世界树，树上每结出一颗轮回果，我便能去往历史长河，塑造不同的人生。本以为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样，一次次的死去，再一次次的重生。可没想到，我唯一的女儿沈妙可突然获得了一本英灵之书，能召唤我的前世。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我不仅是圣贤，还是魔教祖师。不知道我能不能契约英灵？在持续吟诵10几分钟后，英灵之书始终没有任何反应。沈妙可眼里的期待渐渐转变为失落。果然，我是没有资格获得英灵圣殿垂青的。就在这时，是一道微弱的光芒顿时浮现，沈妙可顿时震惊地笑了起来。只见上面对于英灵的等级介绍也随即出现：英灵沈长青，等级普通，纪元现代，称号无，生平经历一个并无远大抱负，只愿能和妻女幸福美满的一般男性，存活年龄24岁便英年早逝。这是不是有点太一般了？只是这英灵的相貌为何有些熟悉？随即沈妙可看向挂在祖屋墙壁上的遗像，顿时犹如五雷轰顶。爸爸，真的是你吗？爸爸，你怎么不说话？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此刻我虽能听到女儿的声音，却无法做出回应，因为这副英灵形体的状态太虚弱了，差到都能被一阵风吹散。沈妙可见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后，他决定让英灵殿的高层人员帮忙看看。而回到混沌空间的我，同样难以置信，这是自己的女儿吗？她都已经长这么大了，自己居然以一种英灵的形态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就在这时，轮回符有了新的变化，正在融合前世，当前融合进度5%。妙可啊，再等等，爸爸很快就能和你说话了。听闻沈妙可契约的英灵是他死去8年的亲爹后，李彤彤内心也是颇为无语。契约普通英灵也就罢了，怎么还能把你爹召唤出来？这种几率简直比契约了传说英灵还要夸张。我也不知道，我向英灵神殿祈祷，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只有他回应了我。哎，你爹都死了8年了，你们俩也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犯得着去找英灵殿吗？若是他们知道你第一次契约就是普通英灵，往后要获得高级媒介的契约可就没有机会了。更何况你的战斗力比你爹都要强，难道你要反过来保护他吗？我不管，我不能让我爸爸消饭。好了好了，我这就跟我大爷说说，让他带我们去鹿城英灵殿。我知道了，我马上赶回去。大爷，怎么了？没什么，就是青天剑在北岭州发现了一座地炉，看年代恐怕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可以契约英灵的高级媒介，还有一份刚刚被修复的守藏史竹简。太好了，有了守藏史竹简，我们就知道北岭州1000前的历史了。是啊，我也没想到，在1000年前居然会有这样的人物存在。景王朝帝陵被发现，这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其他势力的耳中。我们需要在他们赶来之前找到更多的高级媒介。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刚刚发现的修行法有没有价值？契约英灵的高级媒介很重要，是否有全新的修行法一样重要。这里面可能潜藏着危险，需要注意。从目前竹简修复的信息来看，北岭州在1000多年前被称作大荒。倘若当年大荒的人是穷凶极恶之辈，那契约的英灵也必然不是善辈，可能会反噬。这个你且放心，守藏史之简虽然没有完全修复，但基本上可以得知景王朝在一个名为青云斋老子的影响力下，不仅民风淳朴，甚至含有争乱。此刻山村祖屋中，李文听完了李彤彤的诉求后，立刻纠正了他的态度。普通英灵又如何？那照样是英灵，也需要契约者严格遵守约定。我刚好要回鹿城英灵殿，你们跟我走。知道了。沈同学，你既然已经契约了英灵，有没有踏入修行？暂时还没有接触过。无妨，等去了鹿城，我给你介绍一下。导师发来消息，说是帝陵的高级媒介已经有一部分到了，让我们几个尖子生尝试去契约。这个机会很难得，你要好好把握。既然导师选择相信你，切勿让他失望。老子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青云斋老子原名沈长清，自幼便冠以天下第一神童的美誉。3岁通读诗经，5岁便已自创新祖，8岁考进了景王朝翰林院，11岁成为院士，20岁辞别，30岁创立青云斋。陆承院长越看越心惊，这生平经历无不让人动容，直至翻看到了后面彻底失态。景历275年，人间爆发鼠疫灾祸，百姓死亡不计其数。老子下山游离大荒，寻遍山野林间，共取得44味药草，平定鼠疫灾祸。景历279年，大景3世帝王昏庸无道，企图坑杀天下学者，老子孤身与其对峙，终是免除一难。景历292年，大荒四门八派12兵家争执不休，江湖一片混乱，老子亲自为其创下各自独门功法，此后再无争雄者。景历346年，老子在青云斋仙逝，30万白袍弟子足足守孝3年，4世帝王为其塑造百丈金身。却一日，百家首领前来祭奠，人间4派8门12兵家皆到此。却一日，大荒西域蛮王撤出边关，永不再犯。却一日，天下百姓门前挂满白色绸缎。青云斋老子在1000年前创法传道，影响力已然撼动整个时代。若是我们有人能成功契约他，你们也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吧？这件青铜器就是老子曾经之物，你们一个一个来试试契约。他已经被人契约了。什么？大爷，你知道青云斋老子是谁吗？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从地灵中挖掘出来的竹简信息来看，他在1000年前的北岭州创法传道，是个很厉害的人。刚刚导师发来消息，他好像被谁契约了。你确定青云斋老子被契约了？导师是这样说的，有个学生在尝试契约时遭到了反噬。究竟是哪座城市？何方英灵学院？又是怎样的天纵之才可以获得老子的庇佑？能查到这个人是谁吗？反正不是我们学院的，导师到处在问了，院长也在参与，看起来好像整个学院都炸锅了。真是没想到，咱大夏居然还有如此神秘天才。李叔叔，这个青云斋老子是什么样的人呀？他很重要吗？你还小，不明白这种层次的人物有着多么沉重的分量。但是叔叔可以和你这样说，如果他真的已经重临人间，那他就有1万种方法让你爸爸不会消散。真的吗？那你们可要快点找到他，这样我爸爸就不会消散了。此时李彤彤的手机里也传来老子的生平经历。青云斋老子原名沈长清，3岁通读诗经，5岁创造新法，8岁考入景王朝翰林院。李彤彤读着读着，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这个名字有些熟悉。李文也是正愕转过了头。啊？怎么了？你爸爸是叫沈长清对吗？你们不会以为那个青云斋老子是我爸爸吧？名字一模一样的。奇怪，我明明已经绕开的那座深渊裂缝了。什么是深渊裂缝啊？这是一种传送通道，深渊裂缝也被称作地窟，会有很多邪恶的家伙们从玄黄界的另一边跑过来掠夺我们的资源。世界有那么大吗？需要这种通道传送？你们在车上别下去。鬼奴教的，你们居然敢在英灵殿的管辖范围内动手！英灵殿的人果然不好对付。苗可，快往跑！没有信号，为什么没有信号？我不能被困在这里，李彤彤需要大人的帮助，爸爸还等着我与他团圆聚。
不出去，我走不出去。这个小姑娘应该还不满10岁吧，居然就已经契约了英灵，虽然只是普通程度，但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觉醒自己的天赋，也算是万中无一了。可惜鬼奴教需要的是真正的天才。杀了他们！功德金轮！千古圣贤了。魔君，你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帮手。魔君的意思我明白，但这小姑娘既然契约了一位千古圣贤，那身份来历必然不简单，身后恐有大夏高层背景。本座不论这小姑娘是谁，也不论你动用什么方法，在不引起大夏察觉的情况下，务必让她成为汝族之人，成为汝族少司命。千古圣贤的价值还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如果她最后实在不愿意，那就将她毁了，否则大夏只会越来越强。明白了，我会尽力派人去接触她。我们不妨可以和鬼奴教合作。我听说鬼奴教前段时间攻略了一处遗迹，从遗迹里找到了某个可怕妖魔的媒介。他们如此疯狂大胆地对年轻天才出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小姑娘，鬼奴教恐怕也不会放过。那尊妖魔叫什么名字？好像有个名号，称为鬼须罗。事情办完后，鬼奴教不可留。你说的话，爸爸都听到了。爸爸以后都不会离开你了。我这是在做梦吗？爸爸，你终于醒了！爸爸，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女儿沈妙可。这8年来，我不知道女儿究竟是怎么过的，但从她稚嫩脸庞上来看，显而易见，必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爸爸，你的头发怎么突然全白了？爸爸，你身后那发着光的东西是月亮吗？这是爸爸很久以前的样子。爸爸背后的东西叫做功德，是做了很多的好事才被别人送的。我知道了，那月亮就是锦旗。爸爸可能需要睡一会儿，你要好好听李文叔叔的话。爸爸，你是哪里不舒服吗？我们马上就要到路城了，他们可以帮助你。爸爸只是累了，睡一会儿就好。妙可，小沈同学，你有哪里受伤吗？我爸爸刚刚醒了。小沈同学，把你看到的东西给我说说。等沈妙可讲完后，李文忽然有了一个荒诞的猜测。突然间的满头白发，背后还有一轮明月映照，这哪里是什么类似于锦旗的东西，分明就是功德呀！妙可，你爹不会真是青云斋老子吧？青云斋老子，那不是1000年前的人吗？和我爸爸又有什么关系？孩子，你爸爸应该真的是青云斋老子。先别管那么多，等到了路城我们就知道了。爸爸，我想死你了！你睡了1个礼拜，还以为你又出现了什么问题。爸爸只是有些疲惫而已，现在好多了。爸爸，院长说如果你醒了，就让我带你去练功房测评一下英灵等级。现在我们要去吗？暂时不急，我看你正在修炼功法，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你说的这本九阳功，这是院长契约的一个名为九阳真人的上古英灵传下来的，那可是英雄级英灵啊！据说是玄黄界3000年前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你，我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高级功法。目前来看确实难学，什么引雷术太难了。这对于你来说的确有些超纲。爸爸这里倒是有几个修行途径，你想不想学？真的吗？爸爸也知晓古武途径。拿笔墨来吧。 7天了，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鬼奴教的踪迹，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计划？还有一件事，我们勘察出了一个重要信息：白族他们和我们有80%相似，但却天赋异禀，拥有一双倒钩腕瞳，背后有着一根力量尾巴。目前没有查到关于白族的来历，想来应该只是一方小族群，虽然具有一定危险，可还不至于放在心上。接下来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英灵独孤王，等级英雄级，来历玄黄界3000年前大魔渊之地，称号六指魔君，能力不明。诸位，这称号名为六指魔君的上古英灵，他是3000年前影响后世极为深远的杀生魔头，他实力非常可怕，更喜怒无常。他曾屠灭城池30余座，灭了2个鼎盛王朝。他麾下更是拥有着众多魔道高手，个个狠辣残忍，实力同样强大。还有他已经被白族契约了。院长，你契约的那九阳真人在3000年前是正道魁首，与这六指魔尊相比，孰强孰弱？从这六指魔君的生平经历来看，九阳真人不是他的对手，二者就算是同属于一个时代，九阳真人也会被他杀死。总而言之，大家伙最近都注意点，无论是鬼奴教或者是白族，但凡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需要及时传递信息，避免出现上次的意外。前辈，请开始吧。这是功德？果然啊，上次出现的浩然正气就是来自于沈兄身上。英灵沈长清，等级传说级，来历玄黄界王朝末年，生平经历创法传道150余年，麾下弟子门徒无数，留下修心心法过百，曾救世苍生，人间百姓皆供奉为老子。传说级。先生，请受吾一拜。大可不必如此，这老者生前必然是某位绝世高手，那体态下流露的力量波动，有种熟悉的味道，是天人巅峰，亦或者跨入了半部武林神话。先生应当承受吾这一拜。吾虽贵为正道魁首，却远远不及先生带给天下苍生的福泽，吾深感不如。前辈谬赞了，在下不过是为天下苍生百姓行力所能及之事。咱们陆城总算是出现了一位传说级英灵了，前辈请放心，我定会向上面申请。接下来咱们陆城会因为您获得更多更高级的资源，您女儿的修行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昨夜你与吾商议过后，吾想起在东荒大地曾经有一位吾的挚友，若能将他契约而出，陆城可能还会再多出一位英雄级英灵。那这可是双喜临门啊，是何人啊？他与吾相遇正值年少风华之时，却已经将剑术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名号南海剑主。南海剑主，这名号怎么有点耳熟？是了，好像被我魔教祖师那一世给斩了。又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板块，我会着手进行调查，尽快找到东荒所在方位，希望能够发现关于南海剑主的高级媒介。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告诉院长和李文叔叔，这紫霞玉气功更适合我修炼呢？世间功法千千万，但凡存在就必有用处，各分千秋，不分高低。紫霞玉气功虽然适合你，并不代表适合所有人。爸爸，过去7天了，不知道院长和李文叔叔找到东荒大帝的踪迹没？鬼奴教，一群地下老鼠胆闯进英灵学院，简直是胆大包天。英灵！前辈，您不是打算不现身吗？这里是英灵学院，10公里外就是英灵殿。鬼奴教若动作慢了，此次计划便会前功尽套。鬼奴教动作虽慢了点，办事效率倒是挺快，已经找到那小姑娘了。爸爸，是鬼奴教，这是鬼奴一贯使用的手法。别担心，爸爸在这儿呢。拿下！
阁下此时不出手，何时出手？好一个千古圣贤！这百丈功德金轮确实世间罕见，恐怕追溯到玄黄界万年之前，你也是人间唯一。魔头吗？爸爸，这千古圣贤理应是千年之前的人物，为何在这个小姑娘的口中却成了她的爸爸？别担心，爸爸很快就能解决。也罢，在女儿面前，自己还需要遮遮掩掩什么呢？我曾屠城30余座，亡国2朝，宣扬苍生百姓不计其数。那些圣贤、正道强者联合起来讨伐于我，都依旧不是我的对手。我告诉他们，但凡你们之中有人愿意以命相抵，便算以一换百。只可惜那些自诩圣贤者，皆无一人愿意。但你是本君见过的唯一真正圣人，若你愿意助本君大业一臂之力，此后人间版图供你随意摘取。你有考虑的时间，但只有半炷香。半炷香后，若本君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复，你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包括这个喊你爹的毛头娃娃。阁下什么意思？这可与我们之前的约定背道而驰。这小女孩是我们鬼奴教的，她不可以死。聒噪！青云斋老子不会答应，本座也不会答应。今日你的选择只有一个。你到底是何人？本座不答应，听明白了吗？这千古圣贤怎么还变成了魔道巨锻了？前辈，刚刚那人是谁？不清楚，不知道是玄黄界何方的魔道强者，但应该与我同属于一个时代。幸亏自己是英灵之体，否则还真逃不掉。你真以为你能逃得掉？沈同学，别怕，鬼奴教已经被镇压了。好惊人的波动！怎么了？有个很可怕的家伙，不知被谁契约出来了。沈同学，你有看见什么吗？刚刚是谁在此地交战？我刚刚在睡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人。爸爸不在这里，有些话不能说。此刻另一边的东荒大地，耗时7日的时间，陆城院长和李文来到曾经南海剑主所在之地，这里早已一片荒芜，成为了玄黄界的一处遗迹。在九阳真人的努力下，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发现了南海剑主曾经住址，只是被人捷足先登了。随着篝火的燃烧，不断传出一位老先生的笑声，他来自东城英灵殿。你放心，凭借夏贝妮的天赋资质，绝对可以将南海剑主契约出来。我不是死了吗？这是哪里？顾瑶！此刻东城院长已经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在激动中连忙翻看起南海剑主的英灵等级。英灵白少云，等级英雄级，纪元，古武时代，称号南海剑主，生平经历：30岁成为正道魁首，35岁退隐人间游历八方，50岁人间无敌，220岁遭遇强敌被魔道巨部斩杀。随着英灵之书的信息显现在众人面前，众人从激动的心绪转变为震惊。如此强大的南海剑主，竟然不是寿终正寝的。按照道理来说，既然这南海剑主已经做到了人间无敌的地步，那么在3000年前的东荒大地，又是何方魔道之辈才能够将他斩杀的？诸位，英灵之书也不是全知不能的，总有一些缺陷和盲点，兴许是出现了什么错误。关于南海剑主真正的生平经历，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取。你们没看错，老夫的确死于非命。您老真的遭遇过不可战胜的强敌？
得到准确回复后，所有人再度面面相觑，内心持续震动起来。而陆城院长和李文则是感到莫大的惶恐。剑主前辈，敢问那个人是不是六指魔君？南海剑主轻轻摇头，你说独孤王吗？此人在老夫游历大陆时的确略有耳闻，是个魔道枭雄之辈，但并非是老夫的对手。杀死老夫的其实是东荒之人，就算六指魔君当时率领万魔入侵东荒，也要死无葬身之地。九阳真人此时沉思后问道：我很难理解，以你的实力，应该处于无敌东荒的地位，那些魔门都被你打压过，是后来又出现了什么人吗？话语落下，南海剑主眼神带着黯然。当时东荒的魔门虽然衰败，但却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年轻人，短短20年时间就拥有了老夫200年的功力，老夫被他一直抹杀，毫无反抗能力。他就是魔教之枭黑莲教主。当一个神秘的上古人物名号开始逐渐在所有人脑海中浮现时，他们面面相觑，彼此从眼神中看到了强烈的震动。陆城院长在久久的震撼过后，不由得发出了一声长叹，他对黑莲教主的生平经历忽然产生了浓浓的渴望，他迫切的想要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存在。南海剑主听见陆城院长的长叹，轻轻摇头，当年一战老夫死得太快了，那黑莲教主之后又做了什么，老夫就无法知晓了。东城英灵院长迅速将话题转回，哈哈哈，凡尘往事，过往如烟，晚辈还是希望剑主前辈能够略微出力，教导一下夏贝妮这孩子。南海剑主点了点头，老夫会的，他才刚刚苏醒没多久，若非九阳真人在场，大概率无法相信时代的更迭，包括自己死而复生的荒诞之事。另一边，九阳真人在沉思后，忽然对东城院长说道：这位老先生，在下和故友重逢，实则不易，不知你愿不愿意赶赴陆城做客，我也好与白兄叙叙旧。话语落下，东城院长随即看向了夏贝妮，他当然没有任何问题。虽说东城和陆城处于竞争关系，都需要获得省城更多的重视和注意力，包括修行资源的倾斜等等，但终究说到底都还是一家人。夏贝妮转身看向一旁的李文，好呀，我也很久没去陆城逛逛，不知道李彤彤在吗？他和李彤彤很早就相识，正巧可以去陆城看看李彤彤，再见那位当时轰动各大城市的千古圣贤。李文点头回应，算时间，李彤彤应该在回去的路上。九阳真人将南海剑主拉到一旁，神秘兮兮道：我有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你肯定猜不到他是怎样的人，回去后我就介绍给你认识。你这卖关子的毛病果然还是带进了棺材里，就不能仔细说说吗？他是大荒1000年前的人物，也被契约出来不久。虽然身处时代并没有太高的修行途径，但却做到了你我2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么说吧，他身上的功德金轮足有100丈，创下的心法能够延寿很多年，门下弟子堪称无数，更救济苍生，被称为老子。我相信你们也一定能成为挚友。若如此，那老夫却有些好奇了。几天后，陆城英灵学院内，南海剑主望着关于青云斋老子的生平经历，那是看得惊心动魄，瞠目结舌。九阳真人微微一笑，等他们处理完事情，我们就去拜访一下青云斋老子。忽然从会议厅内传来了巨响，幸有此事。会议厅内响起震怒的咆哮声。陆城院长听闻鬼奴教在几日前入侵学院后，瞬间勃然大怒。他和李文在东荒遗迹探索，因为距离过于遥远，无论携带什么样的高级通信工具，事实上外界都是无法联系他们的。没想到刚回来就被告知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万幸学院损失并不大。而在会议厅外，夏贝妮和南海剑主以及九阳真人站在一起，听见里面的动静后，皆是有些沉默。不多时，东城院长走了出来，神色肃穆，开口：出大事了，你们先去忙吧，这里恐怕还需要一会。目前省城已经得知了这件事，前2日就开始全面进行调查，相信很快就会得出结果。话语落下，夏贝妮点了点头。九阳真人和南海剑主随即转身，准备前去拜访青云斋老子。没想到后事也并不太平。南海剑主轻轻一叹，他虽然对后世的时代并不完全了解，但从这些人的态度来看，显然是有外敌入侵城池。我们到了，几人驻足在院外，看见了汗如雨下持续挥拳的沈妙可。对于这几位不请自来的访客，沈长清当然早已感知，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当年被一直抹杀的南海剑主。在下白少云，先生请受我一拜。南海剑主神色肃穆，抱拳鞠躬，这可万万受不起。请问你是？九阳真人望着这幅画面，由衷感慨道：这位是我曾经挚友，玄黄界3000年前东荒大帝的正道魁首，名号南海剑主。沈长清连忙抱拳回以敬礼。原来如此，失敬失敬。而南海剑主则是神色复杂，似有遗憾。先生真是生错了时代，太可惜了。沈长清疑惑不解道：这话从何说起？南海剑主随之有些愤慨：我已听闻了先生的事迹，恨上苍困住了先生2000年。若先生出生在我们那个时代，凭借先生的天赋能力，必将能成为人间正道领袖。别说天下魔门莫敢冒头，那黑莲教主又岂能翻天？以先生这等天赋能力，倘若生在战力等级较高的岁月时代，那还不是一方绝世高手吗？沈长清听罢，顿时有些面露古怪。就在这时，突然一声轻笑传来，众人转头茫然看向突然发笑的沈妙可。最近有点着凉了。沈妙可连忙掩饰，摸了摸鼻子。事实上，在那晚鬼奴教大举入侵学院，6指魔君被沈长
长青彻底打碎后，他就知道了沈长青黑莲教主的身份。青云斋老子是爸爸，黑莲教主也是爸爸。沈妙可一开始有些难以置信，爸爸这是转世了好几次呢。他曾经听李彤彤说过，很多婴灵的记忆都是残缺不全的，只有少部分婴灵能够完整保存记忆，并且婴灵也许会经历2次觉醒，甚至是3次觉醒。这时旁边的夏贝妮手机忽然响起，他匆匆看了一眼，很快脸色苍白下来。这是省城婴灵协会发来的群消息，前几日你们陆城遭到鬼奴教入侵的事情，现在查清楚了，原来幕后黑手是那6指魔君和白族，但契约6指魔君的人已经失踪了，而且就连6指魔君的高级媒介也失去了反应，像是彻底飞灰烟灭了。听得此话，九阳真人眼中满是震惊，这又是出现了哪位上古婴灵，能将6指魔君的婴灵之躯给打散了？沈长青听罢略微沉吟了片刻，在那晚他动用黑莲教主身份时，整个婴灵学院正处于迷雾状态中，倒也没有被旁人看见。至于后续的调查结果，他也用其他的理由搪塞了过去。陆城的婴灵副店主自然也就没有升起任何怀疑，所以不会有人知道6指魔君是被沈长青打散的。为了女儿的安全以及不影响他的未来前程发展，沈长青认为还是收敛一点比较好。但沈长青也明白，只是包不住火的。黑莲教主的身份迟早会被发现。省城有人来你们陆城了，居然是婴灵协会的会长陈向阳。夏贝妮看着手机群里发出的消息，再度惊呼出声。九阳真人此时也唏嘘开口，看来鬼奴教这次是真的让沈腾动怒。那陈向阳契约的是万年前道门天师，他生前的实力是我们当年始终无法接触的更高境界。南海剑主闻言却是身躯狂震，你说的是那超越天人境，当年我们只能称之为武林神话的境界吗？南海剑主倾其一生，最终半步踏入了那武林神话，可终究还是没有真正参透。这是因为天人境之上的道路在古武纪元已经消失了。九阳真人点了点头，你刚苏醒没多久，自然不知道。其实在万年前的妖魔乱世，武道修行途径是较为完善的，在天人之上还有逍遥境、黄庭境以及天象境。当年我们称之为武林神话的就是逍遥境，但不知道为什么，在5000年光阴流逝之后，逍遥境的修行进程断了，后世者无论再如何努力，只能做到超越天人，却无法真正踏入逍遥。九阳真人话语落下，南海剑主很快回想起当年自己死于黑莲教主意志之下那种恐怖的真元力量程度，于是摇头反驳，你错了，当时有一人绝对是完全迈入了逍遥，否则不可能做到将我瞬杀。九阳真人若有所思，他不是不相信南海剑主的判断，而是明明都没有修行进程了，那黑莲教主又是怎么踏入逍遥？除非黑莲教主也能5岁悟道，这后续的修行法我能看他吗？只见南海剑主再度颤音问道，他渴求了一辈子的超越天人，没想到在后世可以一睹真容。当然没问题，但你我早已死去，已经无法再继续修行，想要提升自己的力量，只能通过专属于婴灵的途径。九阳真人颔首沉吟道，自己的这位挚友什么都好，就是对修行太过于执着。闻言，沈长青双眸微微闪烁，始终保持着沉默。当年沈长青斩了南海剑主后，就离开了魔教四处游历。正如同九阳真人所说，沈长青发现武林神话境，也就是所谓的逍遥境，是完全遗失了。万魔入道是沈长青自己走出来的路，代价是减寿，并且无法逆转。回归之后，除了教导沈妙可习武，沈长青当然也查阅了不少资料，了解到黄庭境以及天象大境的记载。那婴灵协会会长陈向阳契约的道门天师，来自于1万多年前，也就是说夹在妖魔乱世和古武时代之间。可惜新的轮回果尚未成熟，沈长青倒是很想知道妖魔乱世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光景。不多时，夏贝妮收到东城院长的消息，火急火燎赶向会议室。沈妙可挥手向其道别，早就听说李彤彤有个好朋友叫夏贝妮，他人看起来很不错的。沈长青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微微点头。鬼奴教和白族的事宜，自有省城高层去解决，他现在只要协助沈妙可完成紫霞玉气功的修炼就可。虽然上次入侵事件过后，英灵殿再度加大了人手，但唯有自身实力强才是硬道理。此刻蜀州东南地云雾缭绕的山脉中，存在大量石头堆砌的宫殿，这里是鬼奴教大本营。由于天地磁场的变化以及上古遗迹的影响，导致外界很难发现他们。空荡荡的宫殿内部气氛森然，四周墙壁挂满了赤色烛火，平日里较为忙碌的众多身影，如今早已寥寥无几。年近70的鬼奴教主露出满是不甘的浑浊眼眸，他悲切望着手中的一颗石化眼珠，这颗眼珠是他从玄黄界遗迹中寻得，在持续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他的来历，一尊名为鬼虚罗的上古妖魔。万没想到，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究竟是谁杀光了我鬼奴教的御灵师？难道连那魔教枭雄也不是对手吗？鬼奴教主轻轻一叹，准备离开大本营。他知道路程很快就有大量高手打过来，这里已经不再是安全之地。然而就在他起身一刻，整个大殿忽有阴风袭来，外界传闻鬼奴教藏有上古媒介，不知此事是真是假。悠悠低语落入鬼奴教主的耳中，他脸色阴沉，看向大殿之外，那徐步走来的2道身影，其中一名男子相貌阴柔，负手而立，浑身气态浑然一体，身边则是一位10几岁少年。阁下是谁？从哪得来的消息？鬼奴教主眯起双眼，缓缓伸手，想要从怀里掏出阴灵之书，不料一股压力从头顶瞬间降临，砰的一声，鬼奴教主面色骇然，头颅当场被大掌震碎，那石化眼珠滚落在地，被那位上古阴灵拾起。这就是那鬼虚罗的高级媒介吗？他散发着幽光的双眸带着些许畏惧，显然已经了解过鬼虚罗的来历，传说中的祸乱妖魔啊！白衣男子发出一声长叹，在仔细端详确认无误后，又递给了身边的少年，试试，以你的天赋能力，应该可以将鬼虚罗契约出来。少年手握石化眼珠，顿时感觉到一阵彻骨冰凉，宛如带着森罗寒气，要将他拉入万丈深渊。他的心神被震慑了片刻，但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少年立刻盘膝而坐，口中持续低喃一场向上古妖
妖魔的呼唤仪式。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少年的周身空间就隐隐有扭曲的迹象，像是有股恐怖的力量波动在岁月长河中即将到来。突然，少年猛然睁开双眸，哇的一声喷出鲜血，整个体态疯狂颤抖起来。琼儿，白衣男子面色大变，以为少年遭到了什么反噬，但很快就出现了让他呼吸骤停，浑身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息波动，云雾缭绕的山脉忽有雷霆闪烁，深沉的黑云笼罩而来。明明阳日当照，却转瞬陷入无边黑暗。有古老的邪祟力量撕裂了空间，探出一只苍老漆黑的手掌，乳音和召唤物。深沉的大殿内，宛如陷入了幽冥世界。随着一句缓慢低沉的声音传达，似乎带来无数魑魅魍魉的呢喃。与此同时，路程上空黑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雷霆闪烁映照了城市。英灵学院内，沈长清手中捧着文献，随着清风吹拂而来，不禁抬头看向了窗外。爸爸，我好像凝聚出内力气旋了。房间里沈妙可惊喜的声音打断了沈长清的思路，一回头便发现缕缕内力波动已经被沈妙可成功凝聚，这也就意味着沈妙可完全掌握了紫霞玉气功。甚好，甚好！沈长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与此同时，沈长清的英灵之躯重新回到了世界树下，他望着一颗渐渐成熟的全新轮回，双眸不禁露出期待。不多时，就有文字再度浮现而出：正在开启轮回，正在选取时间锚点，锚点确认，玄黄界10000年前妖魔乱世，轮回果天赋，悟性逆天，轮回果天赋，真魔之魂。新出现的轮回果天赋吸引了沈长清的目光，随着对这全新天赋的了解，沈长清的心神不禁猛然颤动，面露前所未有的期待和喜悦。这真魔之魂居然可以让黑莲教主的身份重现在万年前。换而言之，此次的轮回会让沈长清拥有2个身份：黑莲教主强大的英灵之躯会变成他的真魔之魂，这也同样意味着沈长清不仅可以塑造全新的身份，也可以暗中继续修行黑莲教主的境界实力。心潮澎湃之后，沈长清很快冷静了下来。目前沈妙可已经成功踏入修行，加上鬼奴教的覆灭，还有省城的英灵协会会长亲自坐镇，安保措施自然没有任何问题，自己也可以放心进入轮回，再度壮大自己的实力。很快，世界树绽放出缕缕光芒，沈长清的意识转瞬便踏入了历史长河。此刻我感觉自己被人抱着在踉跄的奔跑，过程中晃动得十分厉害，有浓郁的血腥味飘来，夹带着虚弱的喘息声。我这是在哪儿？这是我的母亲吗？我艰难睁开双眸，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年轻的布衣女子，只是此刻她脸色十分苍白，生命迹象正在持续流逝，但凭借着超乎想象的意志力，依旧死死抱着我一步步往前跑。我有些着急，按照这样的状态下去，母亲肯定是活不了的。我立刻查看轮回果描述：轮回纪元玄黄界10000年前，轮回果天赋，悟性逆天，轮回果天赋，真魔之魂，真魔之魂正在复苏中。望着轮回果描述，我很快就看见了黑莲教主正闭着双眸处于自己的神魂之中。我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黑莲教主身上那浓郁的魔道力量，而且由于轮回果天赋的加持，让黑莲教主变得更为妖异。此时我能够感知到母亲身后正有什么东西在持续追赶。扑通一声，母亲最终还是摔倒在地，她用手臂紧紧护住我，抬头看向一片白茫茫的云雾森林，扯开嗓子拼尽全力大吼：白娘！声音传荡而开，没过多久，便有白色长虹从森林深处疾掠而来。那是2只狐妖，在现身时立刻幻化人形，一位中年美妇，一位半大女娃。恩人，你这是？狐妖白娘震惊望着年轻女子身上的伤势。作为10万大山的修行妖怪，她当然一眼就看出这是被其他妖怪重伤造成的。她连忙将其扶住，准备带进10万大山。然而年轻女子却死死攥住了她的衣袖。我长话短说，几个时辰前，我中了天妖皇的诅咒，我肯定是活不了了。这是我刚出生9个月的孩子，求求你把他带上圣地昆仑山。只要有着玉佩在她身上，昆仑山肯定会接纳她。年轻女子又是一口黑血吐出，状态的持续衰弱让她的意志逐渐模糊。好好好，我答应你。狐妖白娘眼眸有泪花闪烁，望着恩人，心中倍感悲切。早些年，他在外面被人类强者追杀，如果没有恩人的相助，他现在肯定已经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就算圣地昆仑山乃是天下妖魔退避之地，自己也要安全将恩人贵子送过去。谢谢。年轻女子伸手轻轻抚摸着婴儿的脸庞，嘴角露出温柔的笑容，直至手臂缓缓下垂。娘，有东西过来了。小狐妖神色紧张地看向前方，那漫天浓云的笼罩，骤有大量血色双眸显露，散发着强烈的邪祟波动。一大群神态冰冷的妖魔徐步走出。你们狐妖修行不易，将尸体和那婴童交给本王，本王可放你们离去。为首者一身邪气缭绕，名号白骨邪王。白骨邪王奉命前来追杀母子2人，若非中途出了一些差错，都不可能让其跑到10万大山附近。这里毕竟是另一方妖魔群体的领地。狐妖白娘见状，将婴童交给小狐妖后，一身妖力波动缓缓开合，直至4根尾巴显化摇曳，带他回家。轻语落下，使得小狐妖不禁微微一颤。他虽然不知道前方那些妖魔究竟是什么样的来历，但从气息波动来看，是非常可怕的存在。娘亲修行200年，虽已经
经凝聚出了4条尾巴，恐也绝非是那些家伙的对手。敬酒不吃吃罚酒。白骨邪王见这副姿态，顿时明白了狐妖白娘的意思，一声冷哼，脚步向前迈出，强大的邪祟力量本源从体内爆发，显然要远远胜过狐妖白娘。然而就在他准备发动进攻时，目光忽然间被小狐妖怀里的婴儿吸引。只见此刻我正阴冷盯着他，随着目光的接触，白骨邪王更是突然间脑海轰隆响彻，他身躯刹那僵直，在婴儿的眼里，他似乎看到了天魔乱舞的景象，看到了另一个可怕的灵魂，一个魔影遮天、杀戮无边的存在即将醒来。这是什么东西？白骨邪王的意识被拉进了万丈深渊，猛然清醒过后，已是全身彻骨冰凉。走，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刻转身，带着众多妖魔迅速离去。直觉告诉他，再不走他会死。这瞬息万变的局势变化，让狐妖白娘和小狐妖皆是愣在了原地。他们并不明白，为何白骨邪王会突然改变了主意。2个月后，云雾弥漫的10万大山中，白离轻轻捏了捏婴儿的脸蛋，望着那白皙无瑕的婴儿皮肤，又忍不住上去咬了一口。娘，它看起来好好吃呀！白娘没好气呵斥道。住嘴！身为妖魔，天生都是要吃人的，尤其是婴儿，对于妖魔更有强烈吸引力。虽说在白娘悉心教导下，白离自出生就没有吃过人，但白娘真担心白离会没轻没重。娘，我只是逗他玩呢。经过这2个月狐妖母女的相互交谈，我大致了解到自己身处何方。目前我处于中土的10万大山内，而穿过10万大山后面就是圣地昆仑山。昆仑山传承至今，已成为当代圣地之首，是压制天下无数妖魔的最后定海神针。只要昆仑山一日尚存，中土大地的妖魔们就翻不了天。然而近些年来，昆仑山底蕴却有了日渐衰败的趋势，似乎难以再镇压天地，邪祟之气隐隐有崩盘的局势。可终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昆仑山也在大势所趋下不断衰老，那些妖魔还是不敢轻易靠近其领域范围。按照狐妖母女的意思，是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就将婴儿送往昆仑山。没想到这狐族修炼法只需要稍稍改变一下，对真魔之魂也颇有益处。拥有逆天的悟性，我早在2个月的时间里就参透了狐族的修炼方法。我通过吐纳天地邪祟之力以及淡薄的灵气本源，很快让真魔之魂的状态恢复到了当年巅峰。同时，我才大概确定上一世属于黑莲教主的修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步。逍遥境、黄庭境、天象境，这是自武林神话开始的境界。放眼当代中土大地，黄庭境的高手屈指可数，天象境大能更是渺渺无几。而从狐妖母女的阐述来看，很久以前似乎还有超越天象境的存在。或许昆仑山内有答案吧。接下来的10日，我照旧吞吐天地之力，持续壮大真魔之魂的力量。一晃半年过去，这一日，昆仑山山脚下，狐妖母女隐匿自身气息，遥遥望着放在登天梯上酣睡的婴儿，面露不舍。娘，你说这小家伙会记得我们吗？白离喃喃开口。他还小，哪里会记得？白娘轻轻摇了摇头。这大半年过去，我和他们相处得很是愉快，在平凡枯燥的修炼生活中增添了不可抹去的色彩。白离多次想要留下我，但都被白娘拒绝了。人妖殊途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生命，也许多年以后，他会像昆仑山众多得道大能一样，在某个时候下山当魔。可是我不舍得。白离哭了起来，一遍一遍地抹着眼角的泪水。来人了！在久久驻足观望后，白娘嗅到了让自己浑身发颤的强大气息，赶紧拉着白离离开了山脚。何来弃婴？一位仙风道骨的长袍老者徐步走下阶梯，待看见婴儿脖子上挂着的玉佩后，不由得神色动容，内心更是感到颇为不可思议。李星河，这是师弟的孩子。他赶紧抬头看向山外，有淡淡的妖力气息缭绕。略微思索片刻，他便抱着婴儿快步回到昆仑山内。似有一声微微叹息响起，我睁开了双眸，遥遥望着狐妖母女离去的方向。大半年过去，若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我是拥有记忆的。不多时，长袍老者迅速回到了昆仑山上，朝着长老堂激动大喊：“李师弟的孩子找到了！”声音传荡而开，不仅轰鸣整个长老堂，也向着昆仑山8方领域扩散。瞬间便有大量强大的神念横扫而来，长老堂冲出众多急匆匆的身影，苍穹上空同样长虹急掠，一位位昆仑山的弟子纷纷到来。这孩子你是从哪里找到的？已经两鬓发白的赤元道长激动接过婴儿，确认玉佩正是昆仑山信物后，当场老泪纵横。我发现时，他正在山下酣睡，应该是某个妖魔送回来的。长袍老者连忙回应：“妖魔？”赤元道长神色为之一怔。昆仑山道教信仰与中土其他门派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将世间所有妖魔都归于异类，为恶者多，但为善者亦有之。这孩子的父母教化众生，结下了不少善缘，能被安然无恙地送回昆仑山，也是福报到来。好好好，孩子，从今往后你有家了。赤元道长用着颤抖的手轻抚着婴儿的脸蛋，岁月如白驹过隙，
我也开始接触修行法。虽说悟性逆天，学习任何东西都能举一反三，但若后天不加以勤奋和努力，终究也会泯然众人矣。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一晃10年过去，10年后，山崖，我盘膝而坐，望着面前自行悟道创造的黄庭篇，结束了1天的修行。因为有了上一世的经验，本体在这10年时间里已经修炼到了大宗师巅峰。但属于真魔之魂的黑莲教主则修行较为缓慢，目前停留在黄庭境大圆满，难以迈入天象大境。那英灵会长陈向阳契约的道门天师，当年便是天象境实力，不知他究竟用时多少年方才达到这个层次。我陷入些许沉思。事实上，如果迈入黄庭境，就已经属于人间大高手了。莫说古武纪元绝无仅有，就算是现在的妖魔乱世也是非常罕见的。至于天象境这个层次，过于玄奥高深，没有长久的岁月沉淀和积累，几乎是无法碰触的。按照我的估计，就算是天才中的天才，恐怕也需要数百年光阴。目前我能够感知到，这昆仑山正有一位沉睡的天象境，正是因为有这位天象境坐镇，昆仑山才能始终威慑八方。可从气息波动来看，已经步入暮年，寿元无多了。这时，赤元道长的身影忽然匆匆出现。你这孩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埋头修炼？快快随我来，悟道池马上就要开启了。我收好黄庭篇笑道，这就来。所谓的悟道池，这是昆仑山一直延续至今的传承法门。悟道池内共计拥有12件法宝，不仅拥有着非常惊人的威力，也潜藏着高深莫测的上古神通。这12件法宝分别是玄神尺、空洞印、玉清灵、五雷令、镇坛木、混元镜、法剑、手炉、拂尘、如意葫芦。每一件法宝的使用者都需要最低天象境的实力，否则无法催动丝毫威能。我在初次得知时，内心是颇为震撼的。毕竟现在的昆仑山天象境仅仅只有1位而已。可以想象，若是昆仑山巅峰时期，底蕴究竟有多么雄厚。正是因为这些法宝几乎无人在世，久而久之就演变出了悟道池的作用，供给后人从法宝的身上参透出上古神通。但凡能领悟出皮毛，那都是属于昆仑山的天之骄子。等我来到悟道池时，早已有上百位道童就绪。偌大的后山领地，气氛肃穆。悬崖阁楼上正有3位长袍老者驻足而立，这3位正是昆仑山德高望重的3府之主，皆是黄庭境高手。此刻看见我现身，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去。那孩子就是李氏的遗孤李星河吗？不错不错，早就听闻这一代的道童天资皆为卓越。这李星河小小年纪就迈入大宗师巅峰，却有逐到前3的架势。没想到这一代居然出现了多位天骄，真是盛世啊！以他们的天赋，应该能在悟道池内获得不菲造诣，甚至有可能直接获得圣宝的认主。如此一来，就算没有天象境实力，也能略微使用。片刻后，悟道池终于开启。12道法宝的光芒直入云霄，散发出滔天浩瀚之气，映照在苍穹之巅。上百位道童没有犹豫，怀揣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一拥而上。我不急不缓地走到这些法宝的面前，先是玄神尺停留半炷香后随即离去，再是空瞳印，一样是半炷香径直而走，其后是玉清灵、五雷令、镇坛木。我每走到一件法宝面前，都仅仅只是停留了些许时间，然后没有任何留恋，继续下一个。此般画面自然落入了3位府主的眼中。作为翘首以盼的天骄，我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但他们并不能理解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其中一位府主不由得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此子固然天赋卓越，奈何心性焦躁，又贪得无厌。另一位府主也是微微轻叹，他太急了，悟道池只能开启2天时间，像他这样每个都去尝试领悟，怕是最后什么也无法获得。最后一位府主沉思后摇了摇头，再看看吧，也许他有自己的主意。能够在10年踏入大宗师，必有可取之处。下方的赤元道长看见了我的举动，不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一点点流逝过去，转眼就是半天，已经有不少道童坚定道心，成功领悟出了法宝的些许奥义。但我依旧还在闲逛，这小子到底在干嘛？急死老道了！赤元道长连连跺脚，但此刻我观望法宝的速度越来越快，直至来到了最后玉如意的面前。阴阳2烛、玄神3咒、空瞳4印、五雷道法，这些法宝里面蕴藏的上古神通果然厉害，居然有种仙家的韵味。我最后将法宝如意内的上古神通也一并参透，掌握后陷入了沉思。不可否认地说，这对于我的实力提升具有莫大的帮助。悟道池内共计12尊法宝，我只要略微动个念头，就能轻松将法宝握在手里。可我并没有那么做，毕竟做人不能太过贪得无厌。这昆仑山上百位道童，今后个个都能挑起大梁，更与我无冤无仇。我不能将别人的路断了，剩下的机会不妨留给别人。所以我每次参透了上古神通后，就切断了和法宝之间的联系。12道上古神通，每道神通都有相互的节点可以融合，像是一个拼图。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脑海中浮现出大量神通咒语，这些咒语似乎有共同之处，由于各自的缺陷，却无法真正相融。
但凭借着我的逆天悟性，当年都能在修行路断裂的情况下，硬生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黄庭境大道。区区修复神通又有何难？心神沉静，我也开始悟道。时间迅速流逝，昆仑山夜幕降临。随着12件法宝的映照，苍穹依旧犹如白昼。此刻悟道池大阵内，一名少年手握玄神尺，其上大量符咒宛如活了过来般，竟烙印在了少年的双瞳之中。此般异象惊动了全场，道童们纷纷举目看去，玄神尺居然认主了，好厉害呀！悬崖阁楼内的3位府主同样是心头狂震，天不亡我昆仑山，今日我玄府喜迎道子一名。有府主激动到体态发抖，他显然是准备将那少年收入囊下，成为府中道子。另外2名府主虽然羡慕，但也并没有说什么，这本来就是规矩。然而几乎是同一时间，又有2件法宝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各自被另外2名少年握在手心，他们激动到热泪盈眶。这样一幅画面，彻底将整个悟道池的情绪点燃。另外2名府主相视一眼，皆是高兴到哈哈大笑起来。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此次悟道池会出现3位绝世天才，仿佛昔日的荣光又再度出现。下方的赤元道长望着这一幕，既有欣慰，又有失魂落魄。他本以为我能在这次悟道池中获得不菲的造诣，而我依旧沉浸在对12神通的悟道中，脉络渐渐清晰，思路渐渐明了，脑海中无数飞舞的咒语已经只剩最后的点缀，其身幻化犹比天高。突然，我喃喃自语，终是缓缓睁开了双眸。12神通相互联合，我给每一个缺陷漏洞都完美填补。只见有无数流光从我身上绽放，真元铺天盖地席卷而出，更是爆发出超强引力，吸扯着日月星辰之光。这动静让全场躁动戛然而止，所有人纷纷愕然，转身看向了我。天地嗡鸣，万丈巨人虚影骤然浮现的刹那，整个悟道池发生了地震。所有道童恍然发现，面前的法宝正在剧烈发抖，纷纷朝向我的位置，像是臣服，像是叩拜，像是敬神。包括那已经认主的3尊法宝也在瑟瑟发抖。阁楼之上，玄府府主瞪大眼珠，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那万丈巨人，那巍峨雄壮的身姿狠狠冲击眼球，让人心神泛起滔天大浪。旁边的2位府主相视一眼，已经脑海轰隆隆作响。师兄，你还记不记得老祖师曾经说过的一种上古神通？我当然记得，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法天象地，可这并没有记载在12法宝中啊，他是怎么领悟的？与此同时，昆仑山禁地深处，当代唯一现存天象境老祖蓦然苏醒，神念横扫而来，瞬间锁定了悟道池上空，带着不可置信以及浓浓的震撼。赤元道长此刻呆呆地站在原地，喃喃道：“老道没有看错人，老道没有看错人啊！”突然间，一道长虹踏空而来，气场笼罩天地，所有人当即弯腰行礼：“弟子拜见祖师，来人正是昆仑山当代唯一现存天象境强者李星河。此法天象地，你是如何顿悟而来？”我能够感知到昆仑祖师身上流露的强大气息，可以说是自己见过的最强者。我拱手如实回应道：“弟子在参透完12法宝内蕴含的神通后，发现各有相似之处，便逐一提取，虽看见了新的神通。”此话落下，不由得引起满堂震撼。那些道童们纷纷相视一眼，更是有些错愕和茫然，都没想到我能在这短暂时间内，竟然将12件法宝的神通全部参透了。悬崖阁楼的3位府主面面相觑，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玄府府主望着我的身影，不免有些惭愧。他还以为我性格浮躁，贪得无厌，原来人家没走到一件法宝面前，事实上就已经将神通掌握了。如此绝世天才，他居然产生了误解。这样啊！昆仑祖师忽然长叹一声，目露前所未有的迷茫。从即日起，李星河便是本座麾下唯一弟子，可随意进出昆仑山，任意禁地。昆仑祖师说完，便拂袖离去，全场霎时哗然一片。不少长老赶紧转身拱手道：“见过师叔伯。”对于这个结果，我颇为意外。没想到如此简单就能接触到昆仑山更高秘籍了。时间流逝，转眼又是8年过去。这一日，我依旧在后山领域沉浸修炼，忽有所感，不禁睁开了双眸。恭喜你踏入天人了。百里眨了眨眼睛，不过是机缘到了，外加一点运气而已。我轻轻摇了摇头。身处昆仑山这些年里，白离常常会在山下出现，偷偷在远处瞧着我。久而久之，便有了一次偶遇。只是白离不知道，我其实很清楚他的身份。白离从怀里拿出包好的红色果子，轻声道：“这叫琉璃果，我娘亲说很珍贵的，吃了可以通灵5官，加快对灵气的感知速度。”外面一些人更是争得头破血流，我也是捡了个便宜，偶然看见了一片琉璃林。我看了一眼那包里的红色果子，约莫有上百颗。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在昆仑山的某些记载上有过重点描述，琉璃果生长在10万大山内，经由天地灵气孕育而出，每10年才能开花结果，每次成熟都会引起大量妖魔疯狂抢夺，这里足足有上百棵，让我有些难以想象白梨究竟是如何在众妖魔的口中夺食的。我拿起一颗放在嘴里，轻轻咀嚼，味道怎么样？白梨望着我，露出期盼的目光。很不错，我点了点头。你喜欢的话，我以后多带一些。白梨开心笑了起来。只是他不知道这样的时光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娘亲说过，人妖殊途，他必须要隐瞒自己是妖魔的身份。眼前的傻小子肯定不知道，那次偶遇是他精心策划的。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过去，曾经胖墩墩的娃娃都成为天人高手了。这以后恐怕还要肩负着天下苍生的职责。对了，我听说你们神剑宗出了一位天象境，前些时日下令在10万大山大肆荡魔，你也受命参与了吗？我不紧不慢地问道。事实上是在试探白梨的生存环境。白梨闻言低下了头。我实力太弱，倒是想参加，但没有机会。白梨曾对我说过，他是神剑宗的弟子，而神剑宗的确出现了一位天象境，引得中土8方势力都极为震动。只是刚突破，便立刻宣告天下，横扫妖魔禁地，意图俘获人心。第一个铲除的目标就是10万大山。那几个月，神剑宗万名弟子出动，黄庭境高手都有3位，杀得10万大山众多强大妖魔被迫离开了领地。我叮嘱道，不管怎样，外界局势动荡，你都要小心一些。这个我清楚的，时候不早了，再不回去要挨骂了，下次再来找你玩。白梨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示意我放心后起身离开。久久望着白梨的背影，我转身回到了后山。神剑宗出现了一位天象境，这对整个昆仑山来说也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天下苍生自然喜于乐见，因为神剑宗荡魔之举的确俘获了很多人心，但在我的眼里，神剑宗分明是在挑软柿子捏。10万大山固然妖魔群居，可并非是中土最具威胁的妖魔境地。如果神剑宗果真有为天下苍生着想的念头，第一个剑指目标应该是天妖皇所属的鬼谷岭，终究还是利益罢了。我回到后山，抛去一切杂念，继续盘膝而坐修炼。时光匆匆，外界的动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快又是半年过去，此刻某座宫殿内，天妖皇正半靠在血椅上，突然有大量黑雾弥漫，紧随其后凝聚出一道身影，正是白骨邪王。神剑宗消息如何了？天妖皇缓缓睁开双眸，平静望着他。白骨邪王恭敬开口，回王上，神剑宗那位天象境小师叔已经将10万大山的妖魔之众横扫一半，有些当年熟悉的面孔正在领域外等候。神剑宗下山荡魔的历程持续了1年时间，很多10万大山的妖魔领主纷纷被逼离开，眼下除了投靠鬼谷岭，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让他们等着。天妖皇并没有立刻选择接纳，而是想要先晾着这些妖魔领主。明白。另外还有一件事，最近中土出现了不少陌生的妖魔群体，属下调查了一下，发现这些妖魔来自于大魔渊以及其他几个地方。按照他们口中的意思，是有个名号鬼须罗的同类，在他们的故乡无差别杀戮。话语落下，天妖皇不禁眯起了双眼。鬼须罗，他倒是从未听说过这尊妖魔的名号。白骨邪王沉吟了一会儿道，很奇怪，属下四处调查都查不到这名号鬼须罗的妖魔来历，从那些逃亡家伙的口中一样无法得知。只知这鬼须罗似乎实力蛮强的，在临近几个地界没有谁能是他的对手，而且是喜怒无常。目前鼎圣教派一些强者都被他杀光了，死在他手里的千年大妖也有2位。言罢，天妖皇摇了摇头，区区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无需挂念。他身为中土高原之妖皇，坐镇10大禁地之首，在昆仑山、神剑宗乃至天佛寺数个古老教派的镇压下，依旧巍峨挺立，又岂是外界那些妖魔能够比拟的？皇上，这鬼须罗来历似乎确实有些问题，要不还是让属下再查一查。白骨邪王知道天妖皇以自己为中心，但还是试探性问道。也好，罕见的是天妖皇居然没有反驳，也许他也察觉到了这鬼须罗不对劲。此刻昆仑山内，我先是向赤元道长说明情况，近几日会离开一段时间。经过半年的顿悟，终于找到了一条最适合黑莲教主突破的康庄大道。妖魔修行法与魔道功法组合，不知道通过这个方式究竟能让黑莲教主强到什么地步。我略有振奋，我隐隐感觉自己可能会创造出史上绝无仅有的可怕修行途径，此道我称之为天魔。几日后，中土大地某座山洞内，我在外面接连布下各种阵法，方才将真魔之魂缓缓显露。黑
黑莲教主与肉身重合，依旧面容冷峻，带着肃杀之意。黄庭大圆满的境界实力早已沉浸多年，如今既然悟出了天魔之道，该是时候踏入天象境了。随着我一声轻喝，只见天地浓郁的邪祟波动，宛如陷入了某种狂热状态中，开始疯狂的倒卷而来。它们尽数涌入我体内，覆盖在真魔之魂身上。在发动功法修行时，所有的邪祟本源全部被吸收。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颇为漫长，而造成的风暴开始影响山洞之外。不多时，苍穹上空已是乌云密布，莫大的威压悄然形成，更有龙卷之势，雷霆四溢，不断持续划破苍穹，愈演愈烈。以我为中心，方圆百里的妖魔们皆是感受到了一股无法言喻的邪道力量正在缓缓诞生。他们惶恐地看向山洞位置，只见八方风云皆是朝着前方涌去，天地无数邪祟本源的躁动引发了他们体内的力量源泉，而我造成的风暴范围也越来越广。从远方看去，这里的苍穹像是破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宛如要吞噬人间万物。越来越多的妖魔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无法得知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破境之刻就在今日。山洞中，我双眼与黑暗相融。黑莲教主已经来到了破境关键时刻，只见真魔之魂赫然从肉身分离，缓步走出。在轮回果天赋的加持下，天魔的压迫感逐渐形成，这是属于妖道和魔道的相互结合，从而走出来的一条全新的修炼途径。我将其称之为天魔。毫无疑问的是，这不仅仅是境界的突破和实力的变强，还是一种状态的完全改变。似妖非妖，似魔非魔。修炼此道，我甚至还可以将状态进行切换。普通状态下的黑莲教主乃是纯粹的魔道枭雄，但若是转变为天魔，那就是纯粹杀戮的形态最后一步了。我再度深呼吸一口气，重新将真魔之魂与自身融合，顷刻间饱满的邪祟本源彻底被消化，就此踏入了天象境。而且这还并非是寻常的天象境界，一股不可言状的黑暗波动滚滚开合，刹那震碎了我之前施展的阵法，更使得整个山洞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刻，方圆500里都属于黑莲教主的自身领域。在领域当中，无论何等方向，具备着怎样实力的妖魔，纷纷遭遇空前可怕的压力覆盖。惊骇之下，所有妖魔心神战栗，在莫大的惶恐中齐齐跪了下来。而远在昆仑山闭目的昆仑祖师，猛然在一阵强烈的心悸中，震惊地睁开了双眸。他目光如炬，难以置信地看向远方苍穹，全身竟然有一种汗毛耸立的感觉。